今天一早，也就是4月11号啊，中华民国的前总统马英九结束了为期11天的大陆访问行程啊，从首都国际机场返回到了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到了桃园之后啊，马英九搞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在这个演讲过程中，马英九再次把中华民族啊口误成了中华民国。我这次访问大陆11天，让台湾的年轻人深刻了解中华历史文化，认识到即使我们和大陆政治制度不同，生活观与价值观也不一样，但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国。我们同属中华民族。话说马英九啊，这次到大陆啊，整个行程过程中有2次把中华民族都口误成了中华民国。前一次呢，也就是昨天，在人民大会堂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马英九对着稿子把中华民族念成了中华民国啊。感谢大陆方面的热情接待，这几天的行程，同学们深刻了解中华文化的根源，体验大陆实际发展的面貌，更感受到两岸之间血浓于水的情感。中华民国、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100年屈辱，所以昨天那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啊，海内外的很多媒体都在分析，这马英九是不是故意的？就是要在习近平面前，就是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啊，讲出中华民国，但是又不好直接讲嘛，于是就把中华民族有意的口误成了中华民国啊。所以在桃园机场这一次口误完之后啊，马上就有一个记者问马英九：“梦想中华民国是口误吗？”我这么看啊，我说在桃园这一次，马英九显然啊不是有意的口误，因为他在台湾了嘛，没有必要把中华民族口误成中华民国嘛。但是在人民大会堂这一次啊，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但有一点可以说，就是马英九在人民大会堂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啊，把中华民族口误成中华民国啊，这件事情对他有利，对台湾也有利啊。因为他回到台湾之后啊，他就可以讲了。他说：“你看，在人民大会堂里，在习近平面前讲中华民国，那在中国大陆是吧？我跟这个大陆的国家元首见面的时候，我讲中华民国，那你看我马英九是第一人，是吧？所以这个口误啊，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对马英九来说啊，都是有益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两岸领导人之间，也包括两岸之间的交流啊，有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名称啊，这个矮化不矮化呀，然后这个称号啊，怎么互相之间的这种讥讽啊，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啊。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马英九的这次大陆行，以及啊众所瞩目的马习二会啊。说到马习二会啊，我想从3个方面来讲，一个是从马英九的角度来讲，一个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一个是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啊。首先我们从马英九这个方面来讲啊，马英九这次到大陆啊，他为什么要大陆访问？他为什么要跟习近平见面啊？在我看来，有2个方面的理由啊。因为马英九啊，他实际上他在退任总统之后，很早他就想到大陆来访问。因为马英九大家都知道，他出生在香港，到了台湾呢，最后做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但是他从来没有到过大陆。这一点呢，他实际上是心心念念。因为马英九内心啊，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虽然说他在台湾活了一辈子，今年已经75岁了啊，但他内心里就是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他去年的时候来过一次大陆，但那次来大陆呢，可以叫中华民国的历史怀念之旅啊，从上海啊、南京啊，又到重庆啊，走的都是当时中华民国的路线，武昌起义的那个什么之类的啊，那条路线啊。我今天早上在这个中山陵看到的国父照片，那张比较年轻比较好，为什么不用？我不知道。您觉得那张比这张要好一些？多了，哦，两岸都用这张。对，这张比较实用。可是我那天看到，刚早上看到那张，要是我还有权利决定的话，会用那张。没有越过长江以北，但这一次呢，它不一样了，因为那个中华民国它已经缅怀完了嘛。他这次呢，要叫民族认同和寻根之旅，因为他第一站到了黄花岗烈士，哭着念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我读到林觉民烈士《与妻诀别书》，其中非常的感人。他在里面怎么写的呢？他说：“吾今已于此书与如永别矣。吾作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不能尽书而至搁笔，
吾自爱汝，而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此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而遍地心善，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无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取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无此念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生与汝生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我每次读到这一段，常常泪流满面，真正为这些革命烈士牺牲奉献的精神感动不已。紧接着就到西安，到了西安参加兵马俑，然后就参观马园寺啊。马园寺是他们马家的老祖宗啊，所有马氏的宗亲都认马园是他们的始祖嘛。祭祖的时候把这就挂出来啊。每年这个每年春节的时候，春节还有就是马园的族日，就是阴历的3月初10，包括那个他的诞辰日9月14，咱村上都有祭祀活动啊。所以他自己是寻根的，所以马英九内心认可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他这个寻根问祖的这种情怀啊，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说句心里话，我能理解。马英九这次到大陆的时候，好多地方哭啊。莫知难忘仇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我口称好像。万万同胞心一样，心的长城万里长。很多人笑话他说这个人巨蟹座的，到哪儿都哭，到黄花岗哭，到这个西安哭，祭黄帝陵哭，到长城哭，是吧？那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他自己啊，就身为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但是70多年来，由于两岸的分治，不能回到故国，不能回到故土啊。那这种情怀对深深的中国人这种观念的人是一种折磨。所以当他回到中国的时候，当他回到大陆的时候，那你想想，就是那种情感的释放啊，在我看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像他在长城上唱起长城谣，是吧？那个长城谣里头讲到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马英九一定是唱到了这个歌曲的时候，想到的是两岸分治所造成的骨肉这个分离的这种场景嘛，所以他再次回到这个地方，此情此景，在我看来，其实他不是装的，他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他在追求自己的历史定位。马英九呢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啊，那中华民国大家都知道了，49年之后赶到台湾去了，偏安一隅啊。那么呢，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大陆。那么现在不管两岸的这样一种情势如何啊，中华民国的退任总统，那么踏入中国大陆，那他是第一人。大家都知道，两岸啊，经过70多年的分治啊，后来有了一些交流。那第一次历史性的握手是什么呢？就是2005年的连战访问大陆，以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身份访问大陆啊。连战呢，在今天早上呢，率领的台湾企业家访问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那这胡联会嘛，当时也是在人民大会堂。那这是历史性的一个时刻，那将来的历史上肯定要写一笔的。那马英九呢，实际上他已经有过一次了，当时他是以中华民国的现任总统跟习近平呢在新加坡见了一面。11月7号下午2点59分，两岸历史性的一刻发生了。习近平率先伸出友谊之手，和马英九紧紧一握，现场镁光灯闪不停，捕捉着世纪之握。为了让在场媒体拍个够，先转向右，再转左，两人同步转身环视全场。
两岸分治66年以来，双方领导人的首度会面，这仅仅一握就是81秒。当时双方都是有职务的，马英九是中华民国的现任总统，习近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在新加坡握手了。那这也是历史上的非常重要的一笔。那这第三个就是马英九以退任的中华民国的总统的身份踏入中国大陆。那这个呢，也是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啊。那么将来能够超越马英九的这个时刻的，那就是将来未来的中华民国的总统以现任总统的身份踏入中国大陆，那就是能超过他了，或者说那是第4个历史时刻啊。所以马英九，你想想，3个历史时刻占了2个，那对于马英九来说，那他是很骄傲的啊，因为他实际上已经退任了，在台湾的政治影响力也不是很大了，所以历史定位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马英九这次访问大陆啊，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那这2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当然还有第3个重要的动机啊，马英九这次在所有的访问过程中反复都谈和平和平和平。我这一次带着我们大九学堂的青年学子再一次的访问大陆，就是希望在当前两岸情势紧张的时候，传递我们台湾人民爱好和平，希望两岸交流，避免战争的心声。我们此行既是和平之旅，也是友谊之旅。为什么？是因为最近一段时期啊，实际上海峡两岸之间啊，表面看起来平静的现状下面，实际上是暗潮涌动啊。大家都知道，2月份的时候，有一艘中国的渔船在金门海域不是被撞翻了吗？自此之后，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禁限制海域这个概念就被大陆给没收了。而且呢，这个新闻啊，很多大陆的朋友可能没有持续关注啊。事实上，后来不仅海警来，也包括中国的军舰都到了金厦海域啊。然后呢，大陆的渔船呢，不仅仅在金厦海域了，还到了澎湖啊，直接进入到领海啊。然后又在花莲那边也直接进入到领海啊。那么，大陆这边的海警啊、海监呢，也开始到花莲那个禁限制海域外面，有的就直接就进去了。那包括中国大陆的空军呢，就是频繁的可以越过海峡中线，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距离已经到了40海里。40海里啊，他们就说，只要5分钟就可以飞到台湾的总统府上空。所以实际上，最近2个月啊，台湾这个海峡啊，实际上是兵凶战危啊，很多台湾人也非常紧张。所以，马英九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这次访问大陆，他反复的提到和平之旅，就是希望说不要最终海峡两岸之间通过非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那这是他的第3个诉求啊，这是从马英九的角度来讲的。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呢，我要讲一讲台湾的媒体啊。马英九这次访问大陆的时候，一开始不都说这个4月8号要见习近平吗？后来4月8号没有安排吗？很多台湾的媒体都在说，你看到了吗？马英九这个人舔共的结果是什么呢？到了北京，是吧？连习近平都见不到，人家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我认为在过程中，习近平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见他了。就是说到最后，习近平要见你，其实等于是马英九跪求来的。就是说我已经竭尽所能，我能表演的我都表演完了，对不对？我该哭的哭了，我该见的要见了。然后我也把日本人也贬了，抗日战争都是你们打的，好不好？全部都是你的。就绿媒嘛，台湾的那些绿媒啊，都在嘲笑马英九啊。要我说，其实台湾这些绿媒是根本不懂大陆政治。所以4月8号那一天，我专门发了一个推特。我说马英九到北京，习近平一定会见他。台湾的绿媒太不懂大陆的政治了。你想想，马英九如果去北京，习近平如果不见他的话，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绿媒有大可文章可做，对不对？你想想，马英九是在台湾里头啊，他虽然说在台湾的政治影响力已经不大了，但是他是属于有高度民族认同的，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他毕竟还是一个退位元首嘛。大陆如果对他要是轻视的话，你想一想，那大陆实际上不是自掘死路吗？那不是说让台湾那绿媒给他们送子弹吗？所以你但凡只要了解其实大陆的政治，你都不会认为习近平不会见马英九。更何况马英九这次到大陆啊，实际上是受大陆的邀请。这个马英九
到大陆的行程，双方在这个出行之前就已经排好了。而马英九进北京见习近平，一定是双方在马英九出行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的。马英九也不可能，他到了北京之后啊，他见不到习近平，他就会答应进北京。台湾的这些绿媒啊，应该说这是真的不懂大陆的政治啊。事实上，到这个4月9号那一天，天安门那边就开始发通知了嘛。从4月9号下午的时候啊，那天安门的地铁啊，到天安门站的时候就开始甩站了，就不下课了。紧接着随团的那几个台湾的媒体就接到通知，说要提前1天做2次核酸。那做2次核酸，大家都知道了，一定是有习近平参加的这样的外事活动，那才需要做2次核酸。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疫情之后，他就一直不打疫苗。他虽然说这个中央电视台呢打的疫苗，我听到的消息啊，实际上那疫苗就是假的，所以他就没打疫苗。所以你看，直到现在疫情结束已经都1-2年了，凡是习近平参加的场所，那其他人统统都得做2次核酸，有的还提前关在酒店里1-2天。所以看到这个信息你就知道了，所以习近平跟马英九肯定是要见面的。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见马英九呢？马英九不过是一个退任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啊，对吧？而且习近平这一次见马英九，应该说整个马英九到大陆这一次啊，是给了非常高的礼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马英九到西安参观兵马俑清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中国西安最热门景点，每到假日几乎都是人挤人。前总统马英九6号上午到这里参观，馆方特别提早开馆，并延后一般游客的入场时间，采取类清场安排。马英九边听解说边看，还频频发问。到长城半清场，就是马英九这一段半清场。到故宫有意安排在了故宫闭馆的星期一，也相当于清场了。等同于川普到故宫的待遇了，那这个待遇应该说是非常高的，那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国家元首的待遇了。而且到了人民大会堂，大家不都是讲了吗？一开始台湾媒体都在猜台湾厅啊、福建厅啊，结果人在东大厅见面。见面的过程中还是2排桌子并排，并不是习近平坐在中间，这完全对等的，甚至说比台湾这边安排的会见人员等级还要高。因为习近平旁边是王沪宁，王沪宁这边呢是蔡奇，一个是中办主任，一个是全国政协主席。马英九这一次他带的是台湾青年代表团嘛，他除了他本人以外，旁边的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可以跟王沪宁对等的官员的。所以说习近平是给足了马英九的面子。为什么给马英九面子？说句心里话，面子这东西啊，对于大陆来讲，那是想给多少就能给多少，这东西也不需要付出什么实际上的代价了。但是一定要让马英九感觉到宾至如归，这一点政治智慧啊，大陆那是不缺的。为什么要给马英九这么高的礼遇？就是要给台湾社会看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坚持9·2共识，你只要说自己是中国人，那你看到了吗？马英九到大陆之后啊，就可以享受这么高的礼遇。这就是我们能给你们台湾的。所以习近平在见马英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实际上谈的那几点，跟他9年前在新加坡啊跟马英九谈的内容大同小异。最重要的一点，坚持9·2共识嘛，他就认为这个中华民族啊要复兴啊。这个两岸之间要和和美美、团团圆圆呢，最重要的一点，坚持9·2共识。马先生素有民族情怀，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青年交流，致力振兴中华。我对此高度评价。而且他这次9·2共识也没有提到9·2共识的一国两制方案，只是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创造了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
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荣光。那这个也是给马英九十足的面子啊，对吧？就两岸是平等的。紧接着呢，他直接讲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才会好。两岸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续写中华民族历史的新辉煌。讲的话总体而言呢，实际上都是口语化的，没有太强硬的立场啊，只是最后讲了一下，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那意思就是说，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你们台湾的台独势力啊，那你要想分裂祖国的话，分裂台湾的话，那是不可以的。总而言之，习近平在跟马英九的谈话过程中间呢，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身段啊，是比较柔软的。当然，现场的气场呢还是不一样啊。那毕竟习近平为主啊，马英九是客啊。习近平是现任的，也有职务嘛，马英九是退任的元首了嘛。所以呢，那现场上那习近平呢，那可能给人感觉啊，还是确确实实气场比马英九要更强大一些啊。这我们客观来讲啊。所以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由于现在台湾的这些民进党的这执政党嘛，他老是执政，但是呢又不承认9·2共识啊，他总要找一个渠道跟台湾社会喊话。那你想想，他找谁呢？因为民进党如果不承认9·2共识，他还不能跟民进党政府接触，而国民党呢，现在限于选举过程中间呢，那个立场也逐渐的开始向民进党靠拢了。所以呢，最近这几年呢，共产党对国民党这条路线呢，也不是特别满意啊。由于你国民党现在在台湾大选过程中间也总是连连失败嘛，但是习近平总要向台湾社会喊话，于是就选中了马英九，因为马英九的身份合适啊，退任国家元首，同时呢是坚定的认可中华民族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主张，所以通过马英九把习近平的台湾路线，把习近平的台湾问题的想法告诉台湾社会，这实际上就是习近平邀请马英九访问大陆，跟他进行马习二会啊，其实最重要的理由。大家都知道这几年的疯传呢，是习近平要在2027年打台湾，是吧？那么习近平见马英九，我认为啊，实际上他也在给台湾社会啊吹吹风，不至于2027年，是吧？现在你看，我都没有什么这个动机嘛，没有什么这个想法嘛，只要你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没有什么不能谈的，没有什么不能商量的。话说得很软，实际上是喊给民进党听的，甚至现场大家注意到了吗？马英九管他叫习总书记。习总书记好，大陆的各位朋友，我们代表团同仁与学员以及在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好。也没有称他是习主席啊，相当于没有承认习近平是国家主席啊。习近平也就这样了，是吧？当然，习近平还是称马英九为马先生嘛。在我看来，这个细节啊，就说明实际上大陆也在为未来有可能存在的台湾的执政党跟大陆的执政党这两个政权之间啊，发生关系的时候，或者是面对面谈判的时候，那么这个称谓问题，在我看来，就是从现在的大陆来讲，他已经完全不在乎这个称谓问题了。可能是因为自己国力强大以后啊，对这个称谓问题啊，已经没那么敏感了。现在海峡两岸打交道过程中，谁对称谓问题比较敏感？台湾嘛，因为就怕矮化嘛，就是怕这个过程中间有没有叫中华民国嘛，有没有这个对等嘛。那实际上这是一个实力的象征，这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第三个方面就是从台湾的角度来讲。我在前面讲马英九的时候，我讲到了最近几个月啊，其实海峡两岸兵凶战危啊，后果就是其实台湾现在这一次很多人终于看到了，就大陆的军事实力啊，确确实实在步步进逼。为什么马英九这次访问大陆的时候，台湾总体来讲啊，嘲笑马英九的人比上一次马英九来大陆的时候要少？就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看金厦海域出了事情以后，
大陆都不跟台湾谈呢。后来台湾不是有一个军人在钓鱼的过程中被大陆给抓走了吗？到现在都没放回来。现在实际上民进党政府跟大陆如果要是搞军事对抗，它实际上显然是没有胜算的嘛。过去只是喊嘛，只是金门这个地方稍稍动了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实际上真的军事对抗是完全不对等的，也没有胜算嘛。真要搞起冲突来也是很可怕的嘛。我一直认为，对于台湾来说，现阶段维持现状是最好的选择。在我相信台湾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维持现状啊，实际上是需要政治智慧的，不是说你想维持现状就能维持现状。随着大陆国力的步步增长啊，就是大陆的这个军事力量的不断的增强啊，台湾要想维持现状是需要超高的政治智慧的。这里首先第一点你要搞清楚，你要想通过军事对抗的方式来维持台湾的维持现状，那基本是不可能的，或者说那是灾难性的。这一点从这次的金厦海域，大陆稍稍动了一点真格的，基本上很多人就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啊，就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但是假如大陆要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军事手段步步进逼，你怎么办呢？这实际上就是马英九这次访问大陆的背景嘛，就还得沟通，你必须得跟大陆谈。在我看来，台湾最好的方式，你还得找到一个跟大陆谈判的这么一个前提和基础。就算你台湾的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啊，你不愿意承认9·2共识，是吧？因为9·2共识在台湾已经被高度的妖魔化了，你也要找到一个新的这个谈判的基础、谈判的前提去跟大陆沟通。这个在我看来，这是台湾的生存智慧。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东西只要是我不跟大陆接触，然后或者说只要有美国人或者西方国家或者很多人保护台湾，台湾就可以长久的维持现状。我个人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上台湾维持现状是越来越难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觉得马英九这次访问大陆对台湾社会来说是一个正资产。为什么？因为最近海峡两岸已经形势这么危险了的情况下，至少马英九的访问释出的善意，也获得了大陆善意的回应来讲，那对降低海峡两岸的这种冲突的风险，以及整个这样的一个氛围，那是有益无害的嘛。所以我自己啊，发自内心的希望台湾社会实际上还真的要认认真真的考虑一下马英九这次访问大陆的评价。当然了，马英九现在跟习近平那次谈话到底谈了什么啊？因为我昨天看那个直播的时候，双方开放媒体拍摄的时间就只有5-6分钟啊，习近平念了一段，马英九念了一段，然后紧接着双方就是闭门会议啊。但这个闭门会议啊，到底是什么内容呢？也没有公布。我看了一下昨天的新闻联播，也包括今天新华社的通稿啊，其实那个内容跟前面讲的内容大差不差。那么双方具体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或者谈话的过程中间谈了什么内容，那可能要有待过一段时间内媒体的进一步的解读啊，进一步的披露。尤其是马英九回到台湾之后，我猜测一定会通过某些管道把他跟习近平双方在谈话的过程中双方讲了什么，以及包括在钓鱼台国宾馆啊双方吃饭的时候私下里讲的一些什么内容啊披露出来。那个时候呢，可能够更加有助于解读这次马习2会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吧。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每次读到这一段，常常泪流满面。就是说到最后，习近平要见你，其实等于是马英九跪求来的。就是说我已经竭尽所能，我能表演的我都表演完了。臭要饭的一路好走，马英九。
鲁迅先生说过：“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岸如果发生战火，对中华民族都是不可承受之重。两岸的中国人绝对有足够的智慧，和平处理两岸争端，避免走向冲突。